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李浩站在白沙屯妈祖庙的门前，冷风拂面，却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并非因为气温的骤降，而是那种来自庙门口的神秘气息，仿佛这座庙宇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，而是某种力量的聚集地。他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庙宇，庙外人群涌动，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异常虔诚，仿佛在等待什么，或者说是逃避什么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他并没有像那些信徒那样从心底产生敬畏，反而感觉自己似乎是一个局外人，像是被不知名的力量引导着走进这个地方。来自城市的喧嚣和繁杂让他有些麻木，工作压力，生活的困顿让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迷失。也许正是这份迷茫，促使他在朋友的建议下踏上了这条寻找心灵慰藉的路。踏入庙内，李浩对这座庙宇的规模和肃穆感到震撼。香火缭绕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沉静和神秘。尽管外面是阳光明媚，庙内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阴影，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，任何细微的声音都被吞噬，剩下的只有香火燃烧的声音与偶尔传来的低语。他不禁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庙门，那扇大门紧闭着，仿佛与外界隔绝，没有人停下来搭理他，甚至没有人向他问候。这些信徒都像是被某种力量所驱使，像是身不由己地走入这个神圣的殿堂。他忽然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闯入者，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，但又深感自己无法脱离这个地方。李浩轻轻地走进庙内，目光落在高高的妈祖神像上，神像的眼神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，那种目光像是能看穿人心深处的秘密。可是他内心却始终无法产生那种神圣感。他从未真正相信过宗教，也从未对信仰有过深入的了解。在他眼中，这座庙宇的存在或许只是人们用来寻求内心安慰的地方，而他自己也许就只是一个行过场的游客。他蹲下身，轻轻地磕了3个头，低声祈祷着，祈愿似乎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触动。就在这一刻，一股莫名的寒意突然蔓延开来，仿佛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稠密，让他一时无法呼吸。忽然他听见了一阵低语声，那声音几乎被庙内的香火和人群淹没，但李浩却异常清晰地听到了。这声音非常轻柔，仿佛从远处传来，像是耳边的某个阴影在悄悄述说，你来了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周围依然是那一片安静与肃穆，信徒们的祈祷声，香火的燃烧声都显得那么正常，但那句话依旧在他脑海里萦绕，仿佛某种诅咒在逼近。他四处张望，但除了那些神情恭敬的信徒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难道他听错了？他再一次低下头，继续祈祷，却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。神像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他，仿佛在等待他的反应。李浩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，心跳突然加速，脑海中的疑问越发重重的叠加。这只是我的错觉，他低声安慰自己，但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无法排解。他继续跪在那里，静静的祈祷，却感到四周的空气在慢慢变化，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悄悄把他包围。李浩的心情逐渐变得复杂，尽管庙内的氛围看似安静平和，但他无法忽视那股渗透在空气中的压迫感。就在他再次低头祈祷时，突然一阵微弱的震动传遍了他的手指，仿佛是某种无形的力量让他浑身一颤。他不自觉地睁开眼，目光转向妈祖神像，那双深邃的眼睛像是活过来了一般。李浩紧盯着神像，心脏猛烈地跳动。刚才那种低语声再次响起，轻柔却清晰。你看到了？他愣住了，瞬间几乎不能动弹。那双眼睛，毫无生气的石雕眼睛，在他的注视下似乎微微一动。尽管眼前的景象与常理完全不符，但李浩确信自己没有看错，神像的眼睛确实微微眨了一下。他猛地站起，心跳声响亮如雷，脸上的汗水瞬间涌出，仿佛被一股寒气紧紧包围。周围的信徒依旧虔诚的祈祷，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他身上的变化，只有他自己清楚地感受到那一刻的异样。
我一定是想多了。他深呼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眼前的神像依旧屹立不动，灯火摇曳，香烟袅袅，仿佛一切都如常。然而他的心却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攫住，心底的一些疑问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李浩走到庙内的另一个角落，试图摆脱那股异样的感觉。然而脑海中不断回响的低语让他无法安静，刚才的那一幕不断在他的眼前重现。他反复在心里问自己，那真的是幻觉吗？难道这座庙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吗？他想起了同行的几个朋友，他们曾提到过白沙屯庙中神明显现的奇闻异事，甚至有信徒声称曾在庙内看到妈祖神像的眼睛动过。有些人认为这些神迹与庙内深厚的历史、浓重的信仰氛围息息相关，甚至有人说这些神像承载了不可见的神力，只要你心存敬畏，神明便会回应。但李浩却始终无法释怀，他从不相信这些传言，理性和怀疑使得他把一切神秘现象视为偶然或幻觉。然而这一次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地否定眼前的所见，神像的眼神，眼睛的动静，这一切显得过于不寻常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他，等待着他做出某种回应。他走到庙外，站在阳光下，深吸一口气，风拂过他的脸颊。他尝试让自己恢复冷静，然而依旧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不安在心头萦绕，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抓住他的心。也许我只是太累了，过度紧张，李浩轻声自言自语，但他的双手已经微微颤抖。天色渐晚，庙宇周围的喧嚣逐渐消失，留下的是一片诡异的寂静。李浩再次回到庙内，发现大部分信徒都已经离开，只有少数几个人依旧在神像前虔诚祈祷。他走到庙的最深处，想要单独静静的思考，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吸引。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轻轻飘过，你不能离开。他的心脏瞬间剧烈跳动，脚步一顿，李浩猛地转头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庙内的香火声与低沉的回响。他感到一股冷意沿着脊背爬升，仿佛空气中的每一分子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什么。他走向神像时，香烟的弯曲突然变得异常剧烈，烟雾如同一个不受控制的存在，急剧地旋转起来，最后直直地指向他的位置。李浩不敢再轻视这种现象，那股异常的气流让他喘不过气来，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某种无形的锁链束缚住，动弹不得。在这片黑暗中，空气似乎变得愈发沉重，庙内的香火像是化作了一条条细长的锁链，将李浩困在这片充满神秘力量的地方。而那低语声再次在他耳畔响起，你来了，你不能走。夜幕降临，庙宇内外渐渐安静下来，白沙屯妈祖庙的古老气息愈发浓厚。李浩站在神像前，内心的疑惑与不安不断加剧，他已经开始怀疑这座庙是否真如他想象中的那样纯粹。他低头看着自己双手微微发抖，握紧了祈祷香火，但却无法感受到那种传说中神灵庇佑的温暖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，庙内的灯光似乎瞬间暗淡了下来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李浩感到脖背上爬满了冷汗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妈祖神像。那座安静的神像在他眼中却开始显得异常活跃，神像周围的光线似乎变得有些不同寻常，散发出一种柔和却耀眼的光芒。光芒并不是来源于任何外部灯光，而是从神像本身扩散开来，仿佛神像突然散发出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神力。李浩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光芒如此真实，如此逼近，仿佛神像的神圣力量正在一瞬间突破某种禁锢，向他显现。他紧紧地盯着妈祖的眼睛，突然觉得那双眼睛似乎在发光，发出一种不属于石雕的灼热感。刹那间，他感到一股强烈的能量冲击着他的心脏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神像的嘴巴轻微动了动，仿佛在低语，你已经触动了神明的心意。这不可能。李浩大脑中一片混乱，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并非普通的宗教场所，而是一个充满不可知力量的神秘空间。他的脚步颤抖，心跳如雷鸣般在胸口回荡，身体却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。
李浩感到一阵深深的不安，仿佛神像的光芒不再是单纯的光线，而是一种逼近的威胁。他下意识地后退几步，但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无尽的空虚中，脚步重重地压在空气上，像是陷入了某种无形的泥沼，无法脱身。那股低语的声音再次出现，这次并不那么柔和，而是带着一种冷酷和威严。你不能再退缩。李浩的心脏猛然一跳，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，周围的空气愈发压抑，庙内的香烟变得浓密，几乎让他无法呼吸。每一道光芒，每一缕香烟，都像是紧紧包裹住他，让他无法挣脱。他的眼睛再一次锁定在妈祖的眼睛上，那双眼睛不再是静止的，而是深邃闪烁，仿佛在评判他。这是神明的显现，还是我的幻觉？他想要清晰地看清这一切，却发现自己越是想理解，越是迷失其中，心中的恐惧逐渐蔓延。李浩感到整个庙宇好像在旋转扭曲，空间不再稳定，神像不再静止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不是在庙中祈祷，而是在进入某种神明的试炼之中。神像的眼神仿佛穿透了他的灵魂，洞察他的每一个思想，每一个恐惧，甚至每一个不安的念头。李浩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永远被困在这座庙宇里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李浩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。然而在闭眼的一瞬间，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幕惊悚的景象，一阵剧烈的闪电划破夜空，紧接着是一个极为清晰的画面，一群信徒被暴雨淋透，急匆匆地冲向庙宇。然而当他们终于跪倒在妈祖神像前时，庙顶突然坍塌，满目疮痍，整个庙宇陷入了火海。李浩睁开眼，他惊恐地发现，刚才那个画面似乎和他自己此刻的处境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。那种恐惧感几乎让他窒息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幻觉，似乎是神明预示的未来，是某种不可避免的灾难。他的目光再次与神像对视，而神像的嘴巴轻轻开合，低语：你看见了，灾难来临。这一刻，李浩几乎失去理智，脑海中的声音越来越强烈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迅速崩塌，仿佛他不再站在现实的世界，而是进入了一个充满绝望的虚无空间。李浩的思维越来越混乱，他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庙宇，似乎每一步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。他的双眼开始迷离，心脏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，脉搏急促而不规则。即便四周没有人，他依然能感觉到那股沉甸甸的压迫感，这让他无法安然自处。他试图退后，想要找到庙外的出口，但总是走不出庙门口。每次他走向出口，那扇大门都会变得愈加模糊扭曲，似乎不再属于现实的世界。终于，他停止了挣扎，转向庙内更深的地方，去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。庙内有一个古老的侧殿，李浩以前从未注意过，门口的符文斑驳，仿佛经年累月的风霜已经把它们刻入了墙面。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扇沉重的大门，推开门的一刹那，空气骤然变得愈加沉重。这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昏暗的烛光在黑暗中微微摇曳，仿佛有什么在注视着他。桌子上堆放着几本古旧的经书，封面上布满了灰尘，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陈旧感。李浩轻轻翻开其中一本，指尖触碰到那泛黄的纸页时，他感到一阵奇异的凉意袭来。那页书中的字迹模糊不清，但在他眼前逐渐显现出一段文字：若神灵显现于人前，必有重责待负，凡人若触及神迹，命运将由此改变。这句话瞬间让李浩感到一阵心悸，他紧张地翻开更多的经书，却发现每一本都写着类似的警示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某种祭奠，某种神灵的试炼？他不敢再往下看，但那股好奇心与恐惧交织在一起，驱使着他继续翻阅。突然，他的眼前一片漆黑，灯火熄灭了，蜡烛的微光随风熄灭，只剩下回响在耳边的低语声：你触犯了神明。李浩的思维开始崩塌，他感到头顶一阵眩晕，身体开始失去控制，脚步无法稳住，整个人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漩涡吸引。他猛地抓住桌边，试图让自己稳定下来，但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，
仿佛整个庙宇在他的眼前晃动，声音变得模糊，空间开始扭曲。我该怎么逃出去？李浩几乎是本能的低声嘶喊，但回荡在空旷庙殿中的只有他自己的回声。他感觉到庙内的每一寸空气都变得异常沉重，仿佛神明的力量正从四面八方压来，随时可能将他吞噬。突然，庙内传来一声响亮的钟声，似乎是某种仪式的开始。钟声之下，庙内的香火也变得愈加旺盛，烟雾弥漫，遮蔽了整个神像。李浩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那道光芒，妈祖神像似乎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，他的眼睛开始变得炯炯有神，嘴巴微微开合，又一次低语：你看到了灾难，但你不能逃脱。一股莫名的情感涌上李浩的胸口，他感到胸口如同被压住了一块大石，无法呼吸。他的眼前不再是妈祖的神像，而是逐渐幻化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。信徒们匆忙跑进庙内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雷霆万钧，一阵暴雨倾盆而下，庙顶轰然崩塌，火光四射，信徒们绝望地挣扎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李浩喃喃自语，他的脑海中仿佛充满了无法摆脱的噩梦。他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的显现和预兆，难道真的是关于他自己的吗？就在李浩的恐惧达到极点时，庙外的喧闹声突然传来，几声遥远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庙宇中。他挣扎着回过神来，眼前的一切却瞬间变得清晰。庙宇不再扭曲，神像恢复了平静，光芒消失了，周围的空气也恢复了正常。他愣住了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原本让他感到窒息的香烟突然开始消散，庙内恢复了安静。李浩不敢相信自己刚刚经历的这一切，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，一场无法逃避的噩梦。他匆匆跑出庙门，空气清新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李浩感到一丝久违的平静。然而当他转过头看向那座庙宇时，他惊愕地发现庙门的巨大石柱旁赫然刻着一个字：命。这座庙不仅是信仰的象征，它更像是一道门，一道通向命运的门。而他是否已经走进了不可逆转的漩涡？李浩从庙外跑出，仿佛终于摆脱了那股压迫感。然而他的脚步并未带来真正的平静，内心的恐惧依然如影随形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从那座庙宇中走出来。空气中仍能感受到一股异样的气息，仿佛所有的事物都笼罩在一层无形的阴影之下。他来到了庙外的小道上，四周是寂静的夜晚，月光洒在静谧的大地上。然而李浩的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，仿佛那座庙的影像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。他不敢再回头，但又不由自主地回望了一眼。那一刻，他看到庙门口依然闪烁着微弱的光，仿佛庙内的神明依旧在注视着他。李浩心头一震，莫名的恐惧再次涌上心头。他强迫自己走出小道，但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强烈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提醒他，一切并未结束。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，是庙内的钟声，又一次回荡在空寂的夜空中。这一次，钟声不再只是回响，而是一种凝聚的力量，似乎传达着某种神秘的召唤。你到底是谁？李浩忍不住低声自语，问着自己，也问着那股无法言喻的力量。在钟声的召唤下，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牵引回到庙中。他的双腿不受控制地迈向庙门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深陷泥潭，无法自拔。回到庙内，李浩的眼前一片昏暗，神像依旧矗立在庙中央，那种沉甸甸的气息再次将他包围，周围没有人影，只有那道光芒依然从神像周围散发出来，照亮整个庙殿。此时李浩终于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庙宇，而是某种试炼的场所，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漩涡。每一个进入庙中的人都会被这种神秘的力量所选中，成为神明试炼的一部分，而他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。他不再感到惊慌，而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。这座庙仿佛是在测试他的内心，神像的目光也仿佛在审视他是否拥有足够的信仰与勇气，接受神明的指引。李浩的视线落在神像的眼睛上，那双石雕的眼睛似乎有了生命，
闪烁着不属于人类的智慧与力量。妈祖的低语再次传入他的耳中：你看见了，你已触犯了神明的意愿，命运无法更改。这一刻，李浩意识到，他并非在与神明对抗，而是在接受神明的试炼。每一步，每一次低语，每一缕香烟，都是神明对他的考验。神像的眸光中充满了决断与怜悯，他并不显现出敌意，而是似乎在为李浩提供一个机会，一个选择。李浩跪倒在地，闭上眼睛，所有的恐惧、疑问和困惑一瞬间涌入心头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庙内的一切并非偶然，神像的异动，钟声的响起，低语的回荡，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真相：这座庙的神明并非简单的庇护神，而是一位掌控命运的存在。那些所谓的神迹，其实是神明的意愿，他们并非为了满足信徒的愿望，而是为了解开命运的谜团。我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？李浩心中问道。随着这个问题的产生，他的内心开始变得清明起来。神明的试炼，实际上是在考验他是否能够看清自己内心的渴望，是否有勇气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命运无法更改。李浩缓缓睁开眼，凝视着妈祖神像，神像的眼睛仿佛在回应他的挑战。你能选择，但你愿意吗？一股强烈的力量涌向李浩，他感到自己如同在一股巨大的洪流中挣扎，身体被拉向一个未知的方向。所有的情绪，所有的恐惧瞬间消失，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平静与决然。李浩的意识开始模糊，他再也无法分辨现实与幻境。庙内的光芒逐渐变得昏暗，而神像的目光却依旧坚定，仿佛无论他选择什么，命运的答案已经注定。在一片寂静中，李浩的身影渐渐消失，庙宇恢复了平静，钟声停歇，香火熄灭，仿佛一切都回归了正常。而庙门前，那道刻着命字的石柱依然在月光下静静伫立，见证着一个人命运的抉择。当李浩再次睁开眼时，他站在庙外的广场上，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空气清新，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他喘了一口气，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宁静。庙宇的影像逐渐远去，他转过身，回望那座屹立在不远处的庙宇，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大地上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。但李浩知道，这座庙再也无法给他带来平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感到一种莫名的释然。然而，随着阳光照在他的身上，他的心中却开始浮现出一种无法言喻的空虚。这种空虚并非因为离开庙宇，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座庙的意义，甚至没有完全理解神明的试炼。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步伐轻盈，但脑海中却不断回想起神明的低语：你能选择，但你愿意吗？这个问题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，让他陷入深深的思考。是的，神明并未给他答案，而是给了他选择的机会。选择成了他唯一能掌控的力量。李浩从庙宇中走出来，然而命运的轮回仿佛才刚刚开始。他终于明白，不论自己曾如何努力去逃避，这座庙和其中的神明早已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又是否能够真正逃脱神明的试炼？李浩回到家中，靠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地注视着窗外的城市风景。白天的喧嚣与繁忙已经结束，夜幕降临，城市中只剩下了零星的灯光。他的内心依然无法平静。那座庙宇的影像和神明的低语始终萦绕在他的耳边：你能选择，但你愿意吗？他低声重复着这句话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，又仿佛是在回答自己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命运并非只由神明掌控，它实际上由每个人的选择决定。而这一切的试炼，都是为了让他意识到这一点。他曾一直在追寻外界的答案，然而最重要的答案却始终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。选择才是命运的真正主宰。李浩看向窗外，夜空中的星辰闪烁，仿佛每一颗星星都是一次选择，每一颗星星都承载着无数人的命运。他突然觉得，自己的生活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追问与困惑，只要他能在每一次选择面前做出真实的决定，命运便会指引他走向正确的方向。故事的结局并非李浩走出庙宇，
抛开一切，而是他从神明的试炼中领悟到了信仰的真正意义。在庙中，他一直认为神明的显现是一种考验，一种神秘的力量的压迫，但现在他明白了，神明并非要把他困在某个永无解脱的命运中，而是希望他在选择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真实。神明的低语并非警告，而是召唤他走向内心的觉醒。你能选择，但你愿意吗？这句低语终于给了李浩答案，他愿意选择走自己的路，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命运并不是注定的，他在每一个选择中得以展现。在神明的试炼中，李浩最终学会了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，拥抱当下的选择与未来的可能。在庙门前，李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迈出了自己选择的第一步，背影渐渐消失在暮色中。无论未来如何，他已经不再迷失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。